老丈人来医院看望同事，却发现整条楼道挤满了人。他心想肯定来了不得的大人物，却不知里面所谓的大人物就是被他们误会卖气求荣的废物女婿。这么多病人家属啊！你管那么多呢？唐景松拉着宋月如就直接进了朋友的病房，双方客气的聊了几句后，宋月如才问道：现在医院这么火爆吗？我看楼道里都是人，这得住进来多少病人啊？医院恐怕要赚翻了。哪有那么多病人？其实就一个人，这些人都是来看望他的。都是来看一个人的，什么人这么厉害？我也不清楚，听说是个大富豪，好像连万顺地产的葛总都来了。万顺地产你们知道吧？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房地产公司。唐景松哪里会不知道万顺地产？葛清泉那就更别提了，经常被他们老两口骂。能让葛清泉都来看望的人，肯定也不是普通人吧？是啊，听说是个年轻人，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身份背景，反正挺牛的。聊了一会后，唐景松和宋月如才从病房里走出来，又好奇的朝着人多的那边看了看。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年轻人这么厉害，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？行了，万一得罪了大人物，我们这平头老百姓可担待不起。两人想了想，只能带着些许遗憾下楼。没想到此时唐仲威竟然也匆匆忙忙跑了过来，三人互视着，都有些意外。你们来医院是身体不好吗？听到女儿的问话，宋月如眼眶立刻就红了。就算父母再怎么对她不好，可闺女依然先想着他们的身体。可唐景松却哼了声，直接把脸侧了过去，一副不想和他讲话的架势。怎么不说话？到底怎么了？他越着急，宋月如这心里就越难过。唐景松心中顿时也无比内疚，更后悔之前扇闺女那几巴掌。宋月如抹了下眼角的泪水，勉强笑了下，才道：你别瞎想，我跟你爸身体好着呢，今天来是看望朋友的，在17楼。唐仲威点了点头，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。唐景松突然问道：你呢？来医院干什么？身体不舒服？没有，叶枫他受了伤，也在17层住院呢，所以他受伤，能力不大，惹事的本事却不小。行了，少说两句吧。对了，我听人说17层来了个大人物，一楼道都是去看望他的人。你们既然也在那一层，平时说话做事谨慎一点，不然惹到这种人物，就算是葛清泉。宋月如没有再说下去。葛清泉这个名字在老唐家是个禁忌。唐仲威也明白这一点，他想说，你们口中的那个大人物，其实就是你们最看不起的叶枫，但话到嘴边又给咽了回去，因为他知道父母不会相信。我要去买饭，你们吃了吗？我们回家吃，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，去买饭吃吧。唐仲威点了点头，然后犹豫了半天，才道：爸妈，叶枫说要重新为我举办一场婚礼，你们到时候会来吗？唐景松本能的要拒绝，但宋月如却拉了他一下。到时候如果有时间，我们会去的。虽然答案并不是很确定，却比预期好得多。唐仲威这才笑了一下。好，那我就先去给叶枫买饭了。直到唐仲威消失在视野中，唐景松才道：你刚才拉我干什么？你还真想去那个什么狗屁婚礼？宋月如悠悠地叹出一口气。你没看到女儿好像比以前胖了点吗？这说明她心情好，吃的也好。虽然我们都知道她是个傻子，但她自己觉得很好，很幸福。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强。唐景松一怔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因为道理听起来有点别扭，可又有点在理。行了，回家吧。等唐仲威买饭回来，就把遇到爸妈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今天他们的态度竟然有所缓和了，这是好事啊！你说是不是他们在慢慢接受你了？其实叶枫觉得他们大概率是觉得木已成舟，干脆放任唐仲威随心所欲。不过他也不打算多说什么反驳唐仲威。好，到时候如果老两口真的能来参加婚礼，那他们一定会明白的。几天后，叶枫终于出院回了家。此时叶枫的手机却响了起来。何元良，这么久没见了，他怎么打来了？会不会是你之前说的那些预言出了什么差错，把人家惹恼了？叶枫却不以为意，他给何家的命运批示来自于亲眼见证过的历史，不可能出错。叶先生，好久不见了，听声音心情还不错呀，怎么不会寻找你那个姐姐有结果了吧？您真是神了，我们在沿海一处城市找到了您所说的特殊标志建筑，然后又花费了一些精力找到了当年的亲戚，也找到了我爸爸的私生女。不过那丫头脾气还挺绝，不愿意跟我们回何家，非要和她养父母在一起。这倒不能怪她，人家从小到大都是在另一个家庭成长起来的，怎么可能因为你们一句话或者定义的某个身份就跟你们走了？可是我们有钱啊，何先生，有钱不是万能的，这一点你应该比谁都明白。何元良沉默了下来。是啊，有钱不是万能的，他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。家财万贯，却连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。想到这，他叹了口气道：好吧，是我有点飘了，但经过这件事，我爸基本上相信了您的本事。我们现在正在统计那些可以上交的物件，打算用来交换一些政策优惠和扶持。我爸想请您来一起商量商量，看看究竟怎么做才能达到最优化。最近可能不行，这个月12号我要给老婆举办婚礼，等结束了再说吧。看来叶先生还是一个很浪漫的男人，那正好，回头我带着老爸一起去参加。叶先生不会嫌我们太主动吧？那当然不会。好，到时候我们一定到场。那您能帮我劝劝我那位姐姐吗？这是你们的家务事，想让人家归属何家，得靠诚意和耐心。人家被抛弃了几十年，你现在想3、2句话哄回来，也太儿戏了。好吧，那我在。对了，你姐姐最近可能要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姐姐最近会参加一场酒会，并且会因为撞到一个看似普通的女人而差点退出娱乐圈。怎么可能？她好歹也是公司的元老。那如果被撞的那个女人是大娱乐公司老板的女儿呢？这
你姐姐如今39了，最好的年龄段已经过去。现在纯粹是在吃老本，倘若再没什么长进，失去工作机会是迟早的事情。好，我记住了，这是难得和姐姐拉近关系的机会。倘若真用上了，说不定姐姐就愿意回何家继承家业了。谢谢你啊！挂断电话后，叶枫道：“何先生跟他父亲到时候也会来参加婚礼，我们现在应该商量下宾客名单了。”何先生也会来吗？太好了！而何元良也在挂断电话后，直奔姐姐所在的片场。姐，忙完了。别搞得好像跟你很熟一样。现在有时间吗？跟你说个重要的事。如果是让我回何家，就有多远走多远。那倒不是，我之前跟你说过吧，能找到你，全靠一位奇人的帮助。我知道，不就是那个什么神棍吗？我看啊，根本就是你在胡说八道。